到现在为止，民进党唯一争取要选台北市长的就是吴怡农，他说蒋万安治理不能凭感觉，你拿数据出来，你到底治多好啊？说治理的不错，治理不错，而且不是只把辉达拿出来就可以了。他说辉达不应该是他的政绩啊，是辉达自己要选到这里来啊。那这个吴怡农说，如果他当选，他要做2件事比蒋万安好。第一个，用科技 AI 来社会安全网把它补好；第二个是对下一代的教育跟投资要做好用 AI 的优势那他说他是台北市最需要的候选人他说，譬如说，你看蔡英文那个时候选总统，台北市票就很高啊；柯文哲那个时候呢，票也很高啊。所以台北市的选民结构不是1或0啊，不是说一定绿或一定蓝啊。你们谁讲一定蒋万安一定是蓝营？柯文哲是不是很高吗？蔡英文这选总统票也很高啊，所以我的票也会很高啊，这个意思那他的脸书也说支持我参选台北市长而且说党内的问题就是你们只看流量，流量跟支持都是不一样的，不要以为流量高就怎样，流量高有什么了不起啊？能多少流量？1万2万好不好？当选市长多少票，对不对？那别人就讲说，你是不是为了选台北市长是为了选议员呢，或选立委打个基础？他不是，我不要选议员，我也不要选立委，我就是要选台北市长，而且我是最可能跨出基本盘的，我不是只靠绿营啊，我要靠中间选民那另外黄国昌说呢，台北市议员现在有4席，再加提2席，他上次有提6席了，当选4席，所以呢，他这个跟国民党说要单独过半，是不是有冲突呢？如果你民进党拿到6席，国民党可能就不能单独过半了。黄国昌说，绿营席次变少就可以达成了。我没有抢国民党的席啊，我抢民进党的席次啊。那另外呢，台北市议长戴锡欣他一直强调国民党要单独过半，因为单独过半他议长就没问题了。如果他没有单独过半，你民进党到底跟谁都很难讲啊。所以我光靠国民党就够了，不需要靠你民进党就可以当选议长了。他的意思是这样那到底新北蓝白合会不会影响国民党议员的席次？因为现在新北的这个民众党不多嘛，到几个，一个2个，新北一个嘛那侯友宜说合作要有共同理念，不是只是为了选举政府，但是理念要相当才能合作。我们看一下。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日前受访谈到，台北市议员的选战布局喊话有信心4+2全垒打，等于要在中正、万华、松山、信义各多提名1人，全数送进市议会。但这是否等于国民党配合礼让提名呢？对此，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戴锡清出席活动强调，提名时程和策略要等党中央核定。就他所知，应该先处理完县市长的部分。但对黄国昌的说法表示充分尊重民众党的提名策略，国民党也会衡量各区实力，目标就是要让国民党务必能单独过半，也让国民党和友军议员的席次极大化，并强调本周开始会有意参选的新人陆续约碰面。来，这里怎么看？其实我觉得吴怡农已经非常非常努力了，但是他对政策跟政见还是一场空，还是这么弱。他今天早上的专访节目，其实也讲出了一句真心话。他说，如果党内的操盘手这么会选的话，那大罢免不会失败呛民进党呢跟社会脱节。确实他讲到了痛点，可是他自己却没有办法醒悟。政治上一样打小鹰牌，政治跟政策上面完全一场空。输了这么多次，沉潜了这么多次，这么努力了，还是没能获得基层的肯定没能至少获得民进党在台北市民意代表的支持。那为什么呢？最主要一点是吴怡农他从来都不会谈政策跟内容，他只有感觉。他说蒋万安是 nice guy， 但他自己讲话却完全凭感觉。我觉得他是一个 bubble boy， 就是全都是泡沫，一戳就破。那台北市其实正在推动了非常多，不管是轨道的都更，甚至呢社宅等大型的建设，进度都非常的明确吴怡农呢没有办法拿出具体的政策来去做批判，拿针对辉达的议题就好了。现在台北市成功解决辉达的案例来说，吴怡农有拿出更好的解决方案吗？他有拿出更有建设性的意见吗？看不到他对市政独特的见解只有所有的批评跟谩骂都像是泡沫一场所以我最后要说，我觉得蒋万安不只有 nice， 他更有魄力。譬如这个新售的这个解约、辉达的签约，这都需要策略，要磨练，更需要有魄力。所以蒋万安确实是理性务实的台北市最佳见解，但是
我看来哦，这个凭感觉的这种说法哦，民进党现在在找台北市市长的候选人，比较像在凭感觉。亮君，我想这个台北市长的候选人哦，民进党现在当然大家台面上有非常多讨论的人选啦，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人才济济是不用害怕了哈。那当然这个宜农有表态哦，来积极的争取。那最近也有看到说，其实他在台北市的各个街头哦，其实不管是针对这些托育啊、公投或很多这一些市政议题上面，也都去了解市民的看法，然后他也有他自己的想法哦。那我觉得这其实都是好事啦。那因为台北市这个地方哦，算是征召区哦，所以征召的过程当中哦，当然有人有表态提出这样子想要争取提名的意愿。那但是潜在的这些是不是有其他的候选人？那党内都会有一个机制来去做综合的评估啦。那一定会在农历之前推出我们的最强人选哦，因为当然时候也不能再拖下去哦，因为所有的这一些基层的这些民众，大家也都很希望市长能够尽快确定，然后赶快的在这一些政策面也好，或者是在地方的组织上也好，大家都可以赶快动起来。那其实，在地方的这个我有时候跟大家聊天哦，其实我们绿营的选民很可爱哦，就我们现在台面上有这么多的候选人嘛，那大家其实都各有自己的拥护者，所以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说大家其实都觉得这些候选人的都有他适合的特质啊。那所以选对会接下来也真会针对这些候选人做出最后的评估啊。那在农历年前赶快将这个人选底定哦，然后来跟蒋万安来议决哦这个台北市长的宝座。来，前副市长。我觉得吴怡农哦，作为现在民进党唯一明确表达意愿有去登记的一个年轻的候选人呢，他的企图心我是肯定的，而且呢，我们凭良心讲，他也算整个论述啊，他有一个想法，有个主轴，跟他的对手他有一个判断啊，也其实也是蛮完整的，只是说他的论述、他的判断，大家能不能说服大家，这是另外一回事。譬如说，他直接把蒋万安定位为一个凭感觉的 nice guy 哦，但是所以他肯定蒋万安的人格哦，我觉得就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在民进党已经是一个清流了啦，因为民进党最喜欢攻击他的对手都是做人格毁灭战，起码就这一点来讲，我愿意肯定吴怡农，他代表年轻人的新价值，他不要去搞人格毁灭。可是蒋万安现在这么稳，他的施政这么好。跟他只是一个 nice guy 凭感觉就能做到吗？市政不是啊，千丝万缕，你靠感觉怎么能做得到呢？你市长要有魄力，人家才会有感嘛。那我觉得蒋万安的成长跟蒋万安的难得是，他话不多，可他做的事情你都很有感。譬如说，他把交通的瓶颈改了。对不对？你知道那个以前的市长都不大敢做，那个和平东路的那个路桥，说拆就拆，多少人跟他抗议哭求，他也拆完了，大家就觉得很清爽，那个整个地方就变好漂亮。我以前都没有在那里想要照相，现在我经过那里，我就会去拍一张，因为我觉得好清爽。然后呢，那个辛亥路公馆那原来的瓶颈，说做就做。当时大家也在骂他啦，说什么走读啦，说他会多危险啦，什么小朋友甚至说我不要喝牛奶啦，我要什么公车啊，不知道在扯什么，把小孩子都搞出来抗争。但是问题是做完了，现在又一片平顺。那蒋万安说到那个班班喝牛奶，他说到就做到啊。哦，他照顾孩子，照顾的这个每一个部分。那蒋万安跟民进党最大的对照组，就是说他只去做，他不要说，他也不会去戴这个粉红假发，也不会去戴蓝假发。可是演唱会经济，民进党你中央你数字去统计一下，你最强调的演唱会经济，我跟你数字，到时候大家看，绝对台北市第一名。为什么？对，超越都1倍以上。为什么？因为你所有在那边讲高雄、台南多么了不起的团，一定来台北。而且你在高雄唱1场的，台北就唱3场；你在高雄唱3场的，台北就唱5场。本来就这样，台北已经演唱会经济已经成熟到，不但有小巨蛋，更重要的关键是大巨蛋。大巨蛋的完成，在真的不好意思讲，柯文哲当时搞的说什么弊案连连，现在出来他是台北市的金鸡母啊！
这个台北市的这个金鸡母一出来，对我们的棒球，民进党也在享受职棒成果啊。他那蔡其昌每天就在觉得说啊，职棒好像都他的功劳。职棒最大的一个转折点，就是因为我们办经典办那个之前那个叫做什么不是经典赛，就是之前我们得冠军那个12强。12强的时候，各国都来看，说怎么有这么好的球场，怎么有这么好的体验，把韩国打到说每个人都说啊，我们的球场怎么那么烂，能不能我们也可以有台北大巨蛋？就是说你把整个那个票房，大家对体育的支持度，对于演唱会的支持度，全部都冲高，这全部都在蒋万安的政绩耶。政绩如此明显，那你今天吴怡农要出来，你应该针对台北市政，你可以说这个什么部分你这个做不错，可是我认为你可以什么做更好。那他现在讲什么 AI 什么，真的都很空泛，难怪会让刚才我们的仔仔志瑜也讲，你讲的确实蛮贴切的啦，就是你会不会变成一个 bubble boy 哦，就是气泡泡，然后一下就被戳破了。大巨蛋接着好罗密赛已经差不多完成了，对，这被拖下来了。对，那上礼拜6还去看那个从下午3点到晚上10点的你也去了那个演唱会，民歌演唱会，那吴楚楚跟陶晓芹他们这个策划真的是不错哈，就满满。我本来以为说已经办了这么多次不是，而且那么长，从3点搞到晚上。后来我觉得长是有道理，因为已经小巨蛋什么不知道办过多少，我说对不对？大家听了还听吗？我一进大巨蛋，我吓一跳，说满满的3万人，满座，几乎满满的。为什么这样？因为它的票价也不贵，跟一般的2个3个钟头一样。7个钟头，很多人觉得说，我7个钟头也是这边差不多的票价，合嘛。台湾人会算的，旁边还有吃啊、喝20几个厂商这个摊位啊等等哈。那吴怡农其实我对他印象不错的，他上次选举，他几次选，我觉得他那个风度啊，他各种他讲他的政见，没有做他恶劣的人身攻击，他的家教很好。对，我觉得他这整个是不错的啊。如果选举都能够这样，双方都能这样，其实蛮好的。接下来再回来。好，桃园，刚刚谈完台北，桃园，何志伟总统府副秘书长，原来是我们的常常来宾哈，到了总统府当大官了。他现在跑桃园，跑拖，还参加亲子这种各种乐翻天，各种这个亲子同乐。那他谢谢王世坚挺他，王世坚有挺他吗？王世坚说他挺善良的孩子，选桃园市长。何志伟谢谢他，说我是一个善良的孩子，我一定会有出息，我会当桃园市长的啊。那另外台南呢 ，TBS 做的民调。谢龙介跟陈亭妃47%赢谢龙介34%，但如果是谢龙介跟林俊宪，谢龙介41%赢林俊的38%啊。当然就是说看起来跟陈亭妃差距13%比较大，跟林俊宪3%可能在误差范围之内，正负3%了哈。那所以呢，我们看他们 TBS 做了很多次调查了从103年，去年8月30，今年的2月10号、9月、11月因为台南、高雄是很重要的选区了。那陈亭妃都是46比35、48比32、41比36、47比34所以基本上呢，这个大概就差了这个差的比较少，这个差5%，但这个又拉开了，变成13%另外呢，中立选民有34%是挺陈亭妃的高于26%，因为中立选民蛮重要的中立选民才是摇摆的嘛所以呢，陈亭妃为什么票高，跟中立选民挺他可能也有关系那这是年龄了那到底怎样那陈亭妃，我看在今年的11月20号，陈亭妃的这个60岁以上有49%，然后这个50到59岁有53%40到49岁有47%，然后我们看20、29呢，陈亭妃也有28%，谢龙介有39%所以看来20、29，谢龙介反而比较高换句话说，年轻人不见得支持民进党的这边看得出来但是3岁以上的支持这个陈亭妃比较多那所以不过台南以前上次选举的时候，
谢龙介跟黄伟哲，谢龙介民调做起来比黄伟哲低很多，差20%，但是开出来票没有差很多，差5%，所以台南高雄的民调到底准不准哦？有没有人隐藏不讲哦？我很怀疑了哈。好吧，这个另外就是新营白河、麻豆、嘉里、永康、仁德、安南，还有台南的安南区、中区、西区、安平区跟东区、南区哈。又一个这个不同的这个分区的调查。另外，因为陈以信也想要选啊，而且陈以信也蛮努力的哈。陈以信呢不分区立委嘛，也在经营台南哈。但陈亭妃跟陈以信比起来就差蛮多了，60比13。林俊宪跟陈以信比起来也是多蛮多，45比20哈。所以看起来谢龙介跟他们这个还有互有胜负了哈。那林俊宪跟谢龙介只差3个百分点，所以基本上有胜负。但民调陈亭妃比较高，但是赖清德因为看起来很主义林俊宪，所以到时候赖清德力量加起来会不会有翻转？我们看一下。总统府副秘书长何志伟23号下午到桃园大有梯田生态公园参加亲子派对，跟小朋友互动热络。致辞时也谈到不少国家政策，受欢迎的政策就是0到18岁国家一起养。0到6岁有7000到13000，那一路到国中、国小、高中全面的免学费。那在私立的大学，我们还有35000的补助学杂费。如果比较辛苦一点点的，我们还有2万块。所以在这边要跟所有的爸爸妈妈、跟阿公阿嬷来做这样的报告。但另外面对王世坚爆他规划参选桃园市长超过1年，还表态称需要站台会随传随到。对此，何志伟受访时感谢王世坚的力挺，表示我一定会有出席，强调民进党一直以来都是团结政党。好，桃园人来，不敢讲桃园，桃园媳妇，桃园媳妇这样子哦，对，好，那当然何志伟跑得非常的勤快，我每次都开玩笑，我说不管他是立法委员，或者是他是总统府的副秘书长，你都不能够忽略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就是杨姓少东，然后就是背后的那个大财团的这个支持。好了，那我觉得，当然何志伟啊，其实我们过去也曾经同台过，这样他有很多的发言，我也觉得稍微天真了哈，比如说他会讲说，哎呀，现在的年轻人很会打电动玩具啊，以后的这个战争啊，其实呢都是电动化的啦，所以我们的年轻人呢，其实呢打仗应该是很厉害的啦，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些谈话，或者是说在俄乌战争刚刚爆发之初呢，他就讲说啊，乌克兰打得很厉害啊，你看俄罗斯啊经济快崩溃啦，然后那个卢布啊贬到多少，我说那个数字没有出现过，然后他说真的吗？然后我说对，那个数字没有出现过，所以我能理解，就是说他当然他有他很好啦，善良的一面，那就是呢，任何人对他的评论，其实呢，他都会用比较正面的方式来解读，这一点呢是他的优势。另外一个优势，就我讲的杨姓少东的优势。可是对于桃园市来讲，他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市长？我觉得其实呢，现在不管是台北市或者是桃园市，民进党之所以陷入苦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固然有民进党实在是找不出什么样子比较强而有力的人，但我也必须说是蒋万安跟张善政做的真的是很好。那么蒋万安的部分，您刚刚提到了，我觉得张善政的部分，张善政最困难的一关是上一次的选举，因为他的个性，他不是一个有魅力的人，他不是有一个煽动力的人，他不是一个在选举造势场合当中能够煽动人民情绪的人，他不是这样的人，所以就选举来说极为吃亏。可是过了那一关之后，他的优点就显现出来了，就是他作为理工男的务实啦，然后呢低调啦，然后其实解决问题的能力啦，然后看到整个事情在世界的高度的能力，坦白说，他比现在很多县市长，我觉得公允的说，其实都高出很多。所以我觉得不亏他是前行政院院长，他也曾经担任过 Google 的亚洲区的总裁。那这件事情总监啊，对不起，亚洲区的总监，这些身份都让他在看待桃园的未来，其实有极好的视野。所以鼓励何志伟啦，当然这个他们另外的竞争者也非常的鼓励，就他们可以继续的去努力。但是我觉得
格局这件事情，其实在政治人物身上是非常难看到。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优点跟缺点。像吴怡农，我认为他家教非常的好，他的这个打选战的方式绝不以攻击对手作为他的主要的这种方式。但是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败选这件事情，就是他致命伤。他如果不能够脚踏实地的从议员开始选，我觉得他每一次越选越高，其实会摔得越重。好，这是对每一个年轻人都是一样。那何志伟呢？他恐怕需要更多的深耕跟历练。其实县市长的格局是需要历练的。那么县市议员跟立法委员必须要做得相当好，大家才会觉得你成为首长是有帮助的。那这一点，我觉得对任何政治人物来讲都是一样的。哎，郭总你怎么看？我觉得这样啦，因为选市长当然一定要有一定的这种层次啦。那当然，因为张善政来讲，刚才王世坚讲说他支持善良的人，那里面我找来找去，张善政那个善啊，是善良的善啊，所以这个可以看啦。因为我们说实在，张善政他当过行政院长，他在当行政院长的时候，台南市长的赖清德，他倒塌的时候，你看看他去过5、6次，然后每一次去就给支援，这才是行政院长，他不分党派，所以他现在变成，我同意凤馨刚才所讲，第一届当选之后，人家在议会里面，你看八面玲珑，民进党执行我也条条有理的跟你回答，所以桃园这几年基本上它的建设是很好了，不管是何志伟也好，不管是王义川也好，要去挑战，我认为是高难度的。那另外我们说台南啊，台南陈廷辉确实是有经营。过去陈廷辉啊，在几年前看到我们这些不同党派的，还是礼数周到啊，打个招呼握个手。现在被民进党打到，看到我们都闪到一边去，为什么？因为他怕他们又借题发挥，说你跟民众党的人握手，所以你有虽然是民进党，但是有民众党之情节，所以他看到我们，你看看先期一定要选到这样吗？但是据我了解，台南确实有改变，可是改变的幅度是否可以翻盘，那就静观其变。但是我认为谢龙介是有机会，如果赖清德以现在他在提名都提他的人，包括宜兰也提他的人，包括哪边都提他喜欢的人，以我个人所判断，应该林俊宪出现的几率会比较高。那如果是林俊宪出现，那谢龙介跟他对决的时候，两个都是立法委员，到最后谁胜谁负不晓得。但是在整个那个铁板一块的民进党的大本营，如果一松动，那个谢龙介是有机会当选的。所以我的看法，第一，打陈廷辉不好打，但是打那个林俊宪，那可能会有机会去当选。如果赖清德下来替林俊宪加持，能够打败陈廷辉吗？也不太，我说实在啦，现在要不要提名，真的是赖清德一个人在做决定嘛。所以你说这些提名本来就是交差了事，都是赖清德一个人，他来站台，我是觉得这样啦哈，他来站台，尤其沿海一带，叫人家自己爬楼梯，叫军人不能来帮忙。我跟你讲，赖清德你来帮林俊宪或者帮任何一个人是扣分的。没有，底下赖清德一定会想，当2020的时候，他跟蔡英文挑战呢，要初选的时候，那时候民调输多少？民调他赢多少？赢2位数啊，到最后还是输啊。他一定汲取这个东西，一定觉得说，你看蔡英文是现任的，你要挑战他，他把你说整个来讲有办法操作，透过网军，透过什么让赖清德你看求饶啊，说请你的网军不要再打我啊，他又会这样想，说他可以介入，所以你注意看到他挑的几乎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子弟兵，他要的人，所以我从头到尾都一直认为林俊宪出现的几率那远高于陈廷飞。虽然陈廷飞现在看民调很高，可是这个东西赖清德力量一进来，虽然你刚刚讲那个是对哦，那个什么
那个台风的问题的风灾问题等等。可是赖清德不要忘了，他毕竟在绿营里面他是主席啊。可以肯定的是，民进党的初选哦，一定不会选 TVBS 做民调，还有这是肯定的。还有司法的，我们看看高雄，看看林岱樺，休息一下再回来。林岱樺哦，三山造势，他们都知道冈山、旗山、凤山哦，他先进旗山哦，那说他是民调第一的，他原来是民调第一，但是被抹黑哦，司法等等什么搞他嘛，所以他说请乡亲帮忙他讨公道哦，他说我是一个清清白白高雄的女儿，我也是父母疼惜的女儿，邻居的好姐妹，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对我哦？那另外呢，他说检调是杀人灭口哦，他说。天公伯啊不同意，哦，老天不同意的，你们这样对我啊、哦。那另外呢，他在旗山造势有2万人涌进来，他说检调用尽手段让我断手断脚哦。哇，他批评检调。那林岱樺哦，到邱议员的地盘去办造势哦，那检方警告他说，你现在乱讲话哦，骂我们后果自负哦。那他说呢，这个因为林岱樺认为言论自由是宪法保障的权利，哦，他爱讲什么就讲什么，但是呢，如果他讲错什么，事后检方也可以从相关直播知道内容，而且法官也会看，哦，所以检察官并没有特别搜证，但是呢，如果讲错什么有踩到线，你自己要负责，警告你不要乱讲话，哦。所以呢，这个冈山、旗山，剩下一个他的本营凤山到底会怎样？那另外月世界哦，因为垃圾山所以5层楼高，主嫌呢原来说是国民党的，现在变成民进党的人哦。那民进党说要开除，这叫李有才，把他党籍，说李有才严重违反北党纪律，本党将依规开除党籍。现在每次发誓先问他哪一党的。然后先说是国民党的，后来又说是民进党的啊。那杨智宇说民进党成为垃圾回收站吗？到底怎么样？哦，民进党说他原来是国民党籍的，到底是哪一党？那另外呢，这个民进党的议员批评国民党，说国民党在搞政治斗争。哦，说李有才只有一次跟民进党有短暂的缘分，一个露水姻缘，就被你们讲成这样的，好像结婚20年，什么意思？哦。那另外呢，月世界这个案子延烧，陈其迈跟国民党的民代为了一个合成照片哦，在那边互相杠哦，到底谁跟他比较熟，谁跟他比较不好等等啊，我们看一下。随着众人口号振臂，要力拼民进党高雄市长提名绿营立委林岱樺24号一脚踩进对手邱莹的大本营，因为看到岱樺遥遥领先跑到第1名，所以。检调配合2支的媒体，用了整8个月的时间，用尽各种手段，要让岱樺断手断脚。因为助理费案被雄检起诉之后，林岱樺仍坚持做最后一搏，这场2万人的旗山大造势，对党中央提出公开要求。我不曾用特权包工程、炒地皮，我不曾利用派系包山包海、假党假体。我只有一个卑微的要求，请求给岱樺一个公平的对待，用谣言来糟蹋查某人，用起诉书不存在的暧昧简讯来糟蹋我，对岱樺讨回公道，好不好？尽管造势之前已被检方警告，若说错话，后果自行负责。林岱樺发言依旧呛辣。季如你这什么意思？哦，这个这件事情其实是这个爆出了月世界垃圾山的这个议题嘛，那结果民进党呢
突然检调就查出来，就说哦，这个主嫌是这个李有才的父子。那我们就去看啊，这个李有才父子，竟然是民进党籍的。那大家像陈金辉医师啊，或者说高雄的民代啊，大家就一起来去查嘛。这个李有才曾经跟这个赖瑞荣有还去帮他站台。那许志杰呢，的场子也有李有才的身影甚至呢，陈其迈市长曾经的有一张照片也是跟李有才一起比了一个加油的手势，那都被大家掀起来。这一些民进党的重量级人物都跟李有才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那结果民进党高雄市党部呢，就在半夜的时候突然说，我们要开除李有才的党籍，但是他以前是国民党的那我就觉得蛮好笑的。晚上我就回了，我就说，所以民进党现在是在跟大家说，你们收了国民党不要的垃圾，然后还让他在高雄乱倒垃圾吗？你这种公告不就是很好笑吗？那这件事情呢，就上了网络大家就开始纷纷的来去看说，这个垃圾到底是谁家的？这个月世界垃圾是谁家的？乱丢垃圾的这个垃圾是谁家的？那陈其迈也是在那天的半夜，突然又震怒了。我们暖男市长最会震怒他就说这个人是盗图仔，他盗用我的图去帮他站虾，帮他支持，我要提告陈金辉。大家想说傻眼，你要去告人，你应该是去告这个盗图仔，他盗你的图盗了3年，还用他来去参选你们民进党籍的高雄市议员，结果你要告的人竟然是陈金辉，那他就真的非常的荒谬，就觉得说天哪，怎么会有这种暖男市场这么暖，还会帮垃圾做回收所以讲回过头来，我们提到这个高雄市的选举，现在陈其迈因为这个垃圾山的事件民进党一锅粥整个大爆炸了，出动了所有的网军来去对于我们蓝营的民意代表提出监督跟质疑但是呢，也同时可以看到林岱樺的高声疾呼，其实林岱樺讲出来非常多台湾人民的心声，政治司法的确被政治给介入了那这个司法的掌控权被谁介入呢？就是被赖清德。但是林岱樺也讲错了一点他想要获得提名，没有办法透过很公开的民主制度，他必须要来去看赖清德的意思，而赖清德的意思也包含桃园的意思，包含台南的意思，包含高雄选举的意思。所以回过头来，我们看国民党这一次在艰困选区，我们一步一脚印，我们的很优秀的潜在候选人呢，早早就布局结束了大家也定于一尊，很努力的去跑，也很努力来监督。所以这次垃圾山的事件我们也看到被网友笑称说是高谈式的高雄市现在也透露出了一丝丝的曙光。不管是赖瑞荣，或是邱莹，甚至是民调很落后的许志杰，现在在这个垃圾山垃圾人的这个情况之下也发现陈其迈的这张宝座，或者说他的这张牌是不是还有效，对于高雄接下来民进党能够获得接下来市长宝座是有质疑的那我们相信柯志恩委员已经在高雄真的是深耕经营了非常多年，这4年他一直勤跑基层，大家会看见国民党监督的力道，也会看见国民党要来为高雄翻转的力量。好，那么为了这个合成照片到底是不是合成的？这个国民党议员陈美雅跟陈其迈呢，在议会还有一些辩论那郭正，你是负责民众的在高雄南部到底怎样？其实南部过去我曾经讲过了我们去跑场的时候，我们当然对台南、对高雄确实是有所戒心的，也认为说这是绿营的大本营，在我们潜意识里面，真的会感觉到讲话各方面会比较保守，尤其台湾民众党因为我负责高雄，可是我看这1、2年下来，发生的事情这么多，反而是在旁边给我们竖起大拇头，他还讲你们要跟国民党要合起来才会成功，这个是这种鼓励的那我是觉得这样啦，因为高雄市因为常年民进党执政到现在，你就像很简单像他的轻轨明明轻轨没一个人骂但是大家都说高雄做得很好，但是我是觉得这样尤其是林岱樺这件事情，是真的是一个缩影，它不是只有针对他们民进党有希望当选的立法委员，他照杀，还是会杀到那个反对党，所以我是觉得在高雄里面也没有说，那你如果要说李有才里长，我说实在，
那为什么现在跟邱志伟立法委员他的服务处几个地方都挂在一起呢？那这个你又怎么讲？那国民党既然开除，我不敢讲说垃圾，最起码国民党认为开除了以后，你民进党还把它当成宝，那你现在又说刚才国民党，那你为什么？是啊，那你为什么不讲说鸡巴民进党？对，鸡巴民进党。所以我是觉得这样，民进党就很会这样。但是我还是呼吁高雄市的选民，现在确确实实眼睛有一点血亮，所以我认为还是有可为的。休息再回来。好，那么陆配到底能不能当公职了哈？国民党要修国籍法，说让这个陆配呢也可以参政。刘世芳说：“你这叫特权修法，很奇怪哦，为什么要特别为他们修法哦？”那另外呢，这个李珍秀是民主党不分区立委，说我不是外国人呐，怎么放过外国国籍呢？那刘世芳说我很讶异啊，你等于是变相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呢？哦，那你不是外国人，你是哪一国呢？哦，那因为他已经拿到了中华民国身份证啊，他怎么是外国人？刘世芳说，国籍法20条讲得非常清楚啊，要担任公职就职1年内要放弃中华民国以外的外国籍啊，哦，所以中国就是外国啊，所以应该放弃啊，哦，政府并没有歧视中配啊，我们对任何这个公职人都一样的要求啊，哦，那这边是说中华民国取得外国籍者，这个不得担任中华民国公职，已担任者除立法委员由立法院，其他就由各级单位、各级政府哦，这个把它取消哦，或是核准哦。那而且在1年之内啊，应该放弃外国国籍了哈。黄国昌就说这个刘世芳是失职的哦，都搞不清楚《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跟宪法彼此的关系哦，内政部都搞不清楚，搞什么鬼？民进党就说你什么意思？要放宽，是不是要效忠中共？哦，国民党效忠中共吗？那侯友宜就说要兼顾国家安全跟人道关怀都要兼顾的哦，不能只侧重一个哈。那另外呢，民众党说不排除修两岸条例，就国民党要修国籍法哦，国籍法就是说把这个大陆把陆配排除。那民众党要修两岸条例，认为两岸条例呢修一修也就可以了。那民众党怎么看？我觉得这样啦，我们确实在党团有讨论到这个问题。其实应该两岸条例现在在宪法架构底下是存在的，是合法的。但两岸条例也没有讲说，对岸就是敌国，也没有嘛。所以既然两岸条例继续，我们的认为国籍法跟两岸条例，那现在我们所有的外配，当然他是把它当成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嘛。可是他们内政部就硬着要去认定国籍法，不要放弃国籍，可是对岸就不能放弃嘛？他认为都一个中国的情况之下，是政治实体不一样，互不隶属啊。但是政治实体是各管各的，那所以你为什么要认为说要修国籍法呢？所以我们认为是应该只修这个两岸条例，把它修掉，把它排斥掉，把它连贯掉，这样的话就可以完成，无需去修国籍法的部分。梁将军，我想现在在讨论这个议题哦，就回归到一个比较应该说大家比较基本的认知，就是担任一个国家的公职哦，是会不会有双重效忠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在所有包含选罢法里面、国际法里面，为什么里面在选罢法里面特别有提到说，如果你要竞选公职，你就必须是台湾单一中华民国台湾单一国籍哦，不可以有双重国籍的问题。那我想这个非常基本的就是说，自由民主的社会，我们所有选出来的这些民意代表，它代表的是全体的人民，或者是该区域的人民。那最基本的就是代议士跟人民，它必须要有同一性，那它才有能够取得代表权嘛，它才能够
得以代表这一些人嘛。那我想这个很基本的原理应该是大家都可以理解的。那如果说今天在中配的部分，那大家又把它纳进来说，哦，那他可以进来选，可是问题是，大家知道为什么中配在所谓放弃他原本的国籍上面困难重重吗？因为这些中配他们去原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求他们要去放弃国籍的时候，中共是不让他们放弃的，因为就认为说你反正你到中华民国，这个等于是你还是可以拥有这个国籍，没有要让他放弃，因为中共认为台湾是中共的一部分，所以中共并不允许说大家还特别去放弃这个国籍。所以你说为什么这样子的一个条例里面要特别去针对今天大家来讨论中配？为什么今天大家反应这么大？就是因为中共它在政治上就是认为台湾是中共的一部分，所以今天如果倘若这个修法过了，那接下来这一些所谓的中配，我当然认同中配很多人在台湾，他就真的深爱中华民国台湾这片土地。可是我们也不可讳言的，是不是有一些是有可能是透过就是中共透过这些人想要来渗透台湾，甚至是侵蚀台湾的民主，这是大家修法上我认为是要非常非常谨慎去防范这样子中国势力的侵入。来，乐伟，你们修国籍法怎么修？这个这样子哦，这个刚才亮金委员提到的，就是进一步落实新两国论了。赖清德的新两国论，不要忘了，四方讲的也是两国论。对，不要忘了，蔡英文那时候就是说，处理两岸问题两个法，一个宪法，一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赖清德的时候说一切回归中华民国宪法。我咨询过陆委会主委，他说里面包括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那我们中华民国宪法就很清楚啦。他这个中国大陆那边的这个是主权，我们不承认的啊。所以这里面来讲的话，所以这里面的紧嘎股有点模糊化，可是你模糊化也不模糊，就是来讲说中配跟你的外国籍不能够陆配的啊，不能够划等号，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他刚刚提到是讲说，你说要放弃美国、放弃英国的这种护照是对的，可是你中华人民共和国这里面来讲的话，这两个就是互相包的。所以回到中华民国宪法，回到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他当然可以选的，为什么不能选？就基本上是互不承认主权了。所以我们也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承认中华民国。对，你既然不承认他，所以你今天比如到老共那边，你你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你过个证明嘛，他会问你啊，你放弃我，你要参加哪一国？你说我要参加中华民国，不行，没有这个国。你参加美国、英国，我可以让你放弃，你中华民国不可以，所以他们不给证明，就拿不台湾非要有一个证明，麻烦在这里嘛。自失立场啊，所以我认为其实陆配包含你们那个不分区立委啊，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告刘世芳。因为真的，因为他违反宪法嘛，因为台现在中华民国宪法，民进党没有胆量修啊，他没有胆量把它真的修成一个台独的宪法。你在没有宪法、没有修改之前，我们就是一个一中宪法。我们的一中宪法是认为说我们是代表那个中华民国，然后我们并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啊。那所以你不承认他，你怎么有叫他什么放弃国籍的问题？简直莫名其妙，对不对？那我们的宪法本来就是这样规定的，所以因为宪法这样规定，才会延伸这样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嘛，所以我们才会有陆委会，而不是由外交部来管理这个事嘛。那这个逻辑道理都清清楚楚，可以你今天用这个角度剥夺这些拿到中华民国身份证明的人的参政权，你要怀疑说他可能是别人的间谍，你也要拿出实证，你就去用间谍法办他就好了。所以我建议他们赶快去告他，告刘世芳侵犯了我的权益，违宪。那个刘世芳说李珍秀这样讲是表示台湾是中国一部分，错，是表示大陆是台湾的一部分，没错，大陆是台湾的一部分，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对，没错，是中华人民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所管理的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了。没错，来，志宇。刚刚亮君讲到双重效忠哦，我觉得这个效忠到底是对中华民国效忠，还是对赖清德的本人效忠啊？我在目前看到这些所有的，不管是国基法或是两岸关系人民条例里面，其实我们要去思考的事情是人权的问题，是参政权的议题，而我们可以预期到的是，陆配一定会越来越多，新住民的子女也会越来越多。那用这种污名化的方式去斗争陆配，不会让民进党增加反共的政绩。来，凤琪，行政命令违反法律者，行政命令无效；法律违反宪法者，无效，法律无效。